看得养眼的太多了，给大家换换口味。看这一段，是不是忍不住想看完，即使有点恶心？吸血鬼题材一直很受欢迎。今天发现了一部新剧，结合了吸血鬼和青春期男女的那些羞事，是部日本深夜的大尺度剧哦。持有秘密的少年，故事拉开序幕，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地下摇滚现场门外，一个身穿校服、肩挎吉他的少年小林正奔跑在街头。他在找一个叫游希的女孩，没想到一回头，游希就神秘地出现在他背后。我们从对话中得知，小林和游希是多年的挚友，但游希突然消失了。小林寻找了他好几年，终于找到了游希。小林想带游希回去，但游希却抓伤了小林的脸，似乎还要亲他，但最终放弃了。下一秒，游希面露冷漠，决绝地让小林今后别来烦自己。小林搞不懂游希的态度。第二天，他跟妈妈说遇到游希了，但妈妈觉得小林可能认错人了，毕竟游希已经离家3年，这期间音讯全无。他希望儿子别再念旧，该去交新朋友了。手机里的新闻说，最近东京的失踪人数急剧上升，大多数是年轻人。小林忆起3年前那晚，他在游希家窗外所见的恐怖一幕，有个男人把游希按在身下，咬伤了他的大腿。那男人背上有个凝十字架的纹身，他嘴角沾满鲜血。因此小林始终认为，游希的消失不仅仅是逃家这么简单。平时他在街头卖艺唱歌，有个漂亮女孩是他唯一的观众。这一天，他又见到了匆忙的游希。小林立刻追了出去，在一家工厂看到许多戴面具的神秘人，他急忙冲过去把游希救出，但游希看似不太感激。领头的神秘人脱掉面具，看到小林脸上的伤痕，他居然是人类。神秘人笑了笑，他让游希向小林透露自己的真身，但游希就是不肯说。看到这一幕，神秘人上前一刀割了游希的脸，可小林却看到伤口马上就愈合了，这绝非人类所能。神秘人对小林说，游希这种生物，吸血夜行者要靠人血生存，如果不管他们，人数会持续增加。说完，他让手下开始打游希。小林醒过来时，发现游希已经被捆住了。他打开铁链，游希催他快跑，因为太阳快升起了。阳光一照到，游希疼得厉害，眼珠变绿，皮肤上冒出血丝，显然快昏过去了。但小林没跑，反而抱住了他。游希狠狠地咬了小林的脖子。醒来时，小林看到自己和游希都在医院，他从病房逃了出去。但这家医院非常怪异，不止漆黑一片，而且建在地底，还设有阳光警报。小林走到走廊，也开始对阳光产生反应。他惊慌失措，突然几位医生听到叫喊声赶来，原来这是一家为夜行者服务的医院。那个奇特发型的男士名叫慎一郎，他是个夜行族，名叫夏川的女眼科医生，一个真正的人类，负责医院的运营。正是他们救出了小林和游希。现在小林面临一个残酷现实，就是他可能已经变非人类。慎一郎说不喝人血，小林会变得疯狂，成为怪物。喝同类的血能暂时缓解症状，但这不过是临时解决办法。小林不想这么做，他质问慎一郎有没有办法变回人类。可夜行者又怎能重返人间呢？新变的小林已显怪物迹象，他努力抑制，紧闭眼睛，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和游希关于梦想与音乐的约定。正当一切慢慢恢复常态，就在此刻，游希醒来了。小林去看他了，见到小林，游希只道了歉，小林却不在乎，只希望游希能好起来。慎一郎也不是普通人，其实他早就留意小林了。慎一郎成立了一队乐队，键盘手是小光，鼓手是河马，吉他手有小叶和小司，贝斯手是雅人。小林引起了他的注意，正是因为他的嗓音，慎一郎希望小林能加入乐队当主唱。这个机会恰好符合小林的梦想，现在可以实现梦想的方式，竟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发生，
慎一郎带小林观看了乐队的表演，这不只是音乐，还是慎一郎控制渴望的策略。他们不愿像其他夜行者那样窝在暗处。然而贝斯手雅人对小林很不友好，他们之前的主唱名叫孝之，雅人不许别人取代孝之，从中可以看出团员们的个性。鼓手和马善良却不坚定，吉他手小司冷漠不理人，另一个吉他手小叶只忙着泡粉。这时小林感觉不对劲，出去透透气，被短发女孩小瑶发现了异常，她上前来关心，但小林已经失控。正当危险时刻，慎一郎及时冲过来拉住小林，然后他赶紧出去挡住小瑶。他发现了秘密后变成夜行者，小瑶的发卡掉地上了，他的朋友全都看到了这一幕。慎一郎对小林解释，这是暗黑世界的规矩，知道秘密的普通人不能放过，否则我们都会面临被追捕。如果小林觉得这不人道，就应该反思下，为何在公共场合失控，这是他们夜行者的处境。果然，小瑶的朋友把求救信息发到了推特，先前提到的神秘蒙面人看到了这条消息，而且发现警方已经靠近了。慎一郎下定决心，径直将小瑶化为灰尘，随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现场。没想到小林在最后时刻仍自责难过，摆脱了慎一郎的手。这时蒙面组织刚好追了过来，为了保护小林，慎一郎故意引开了那些人，而小林却碰上了蒙面组织的老大，他请求对方结束自己的生命。突然间，游戏从暗处冲出，抢救了小林。小林恳求游戏不要杀死蒙面人，蒙面人兴味盎然，释放了这对悲情恋人。游戏随后帮小林回到了自家，这个地方小林很熟悉，正是他见证游戏变成夜行者的场所。当小林再次睁开眼睛，发现游戏居然脱下了衣服，原来为了帮助他，游戏主动让他喝自己的血。小林虽然多次推辞，可深知别无他法，再加上游戏那诱人的曲线，他终究还是忍不住动了心。血液的刺激让小林从被动变主动，他最终将游戏压在了身下。正当他要迈出下一步时，小林看到鲜血，立刻清醒过来。游戏一直觉得对小林有所亏欠，毕竟是他改变了小林的命运，但关于音乐的初衷从未改变。游戏总想在舞台上听到小林的演唱。穿衣时，小林意外发现游戏身上竟和3年前那男的一样的十字架纹身，他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回医院了，盯着房间的吉他，小林陷入思索。深夜外出的游戏选择了路人作为补血来源，小林最终接受了慎一郎的邀请。乐队进行了首次不太顺畅的彩排，但键盘手小光依旧不满意。画面切换，现身学校教室里，大叔老师刚下课，却冷冷地盯着学生们的背影。在专属于夜行者的地下室，有人推门而入，却对刺眼的阳光无动于衷。看他的穿着，会不会是慎一郎呢？实在是太辣眼睛了。导演下次拍这种剧时，能不能请些帅哥美女？卖腐也得讲究方式吧。男主小林寻找失踪的初恋游戏，意外遭遇了世界阴暗面，发现了类似吸血鬼的夜行者，并被游戏转变为同类。偶然间，小林开始了追逐音乐梦想的乐队生涯。对现在的他来说，街上女人裸露的肌肤非常吸引他，幸好有游戏这个避风港让他放心。慎一郎把小林带到了他家，小林注意到一个奇怪的横放的衣柜，原来那衣柜是夜行者的睡觉地。更尴尬的是，只有这一个衣柜，小林得跟慎一郎同床共枕。导演，真不是我看不起人，能否请些帅哥来啊？小瑶的好友又回公园找线索，可什么也没找到，只捡到一只发卡。他觉得小瑶肯定出事了。小林失踪好久了，他的迷妹兼同学阿紫很是担忧。这天他总算找到他了，急忙询问发生什么事。可小林怎么敢说呢？小林试图带阿紫离开，可是慢了一步，他已经被慎一郎发现。小林赶紧把阿紫拉到外头，告诫他别再来找。
原本想揭露真相，却被阿光威胁要封口。后来他从游戏那里才知道情况，原乐队主唱孝之因真实身份暴露，遭蒙面组织追杀。阿光与孝之情谊深厚，游戏却更关心阿紫。小林急忙解释，他们只是朋友。第二天，蒙面组织的老大主动找到小瑶的朋友，我们此刻才知道他名叫惠理。蒙面组织的领头则是黑赖，黑赖向惠理透露了事情的真相。而在上一集结尾的学校里，夜行者开始猎杀，同学失踪，伙伴发现好友神秘失踪，于是去求助于大叔老师。大叔老师一眼看出事情不简单，很可能是夜行者的事。果不其然，他和那个袭击学生的女老师是同伙，还告诉他要小心行事。而小林试图主动接近阿光，结果却受到冷落，这反倒让阿光不高兴。更糟的是，阿紫这时候又过来找麻烦，阿光差点气炸了。小林赶紧拉着阿紫，劝他先走开，结果阿紫对他表白了。而游戏恰好在门外听到了一切，但小林的注意力却全部集中在阿紫脖子上，阿光掐出的伤痕。幸好最后关头，他抑制了冲动，推开了阿紫。阿紫误以为是被小林拒绝了，其实他刚好逃过一劫。离开时碰巧看见游戏，阿紫以此认为小林选了那女人，心里更难过了。事实上，小林也没忽略阿紫的感受，只是他早已心有所属。现在我和阿紫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游戏也喜欢小林，他也成了夜行者，小林现在也是，但游戏似乎还顾虑着什么，没有像阿紫那样直接表达。小林更是困惑不解，3年前他明明看到游戏给他戴戒指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至于学校这边，大叔老师整理了一张所谓的候选人名单，里面不仅有像小林这样被迫成了夜行者的人，还有很多为了求长生不老而主动变成夜行者的人。回到充满激情的衣橱，小林把今天游戏亲他的事告诉圣一郎。圣一郎表面上鼓励小林，转身却是满脸怒容，这是在吃醋吗？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阿紫居然也认识惠理。阿紫听惠理说了从黑赖那儿得知的可怕事情，还给阿紫看了小林的照片，说打小瑶的就是这个男生。阿紫一看，这不就是小林吗？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小林的照片是怎么来的？原来是他妈因为儿子失踪已久，急得到处派传单找人，累得连站都站不稳了。真没错，世上最伟大的是母爱。关于学校那边，女老师接待了一个意外的访客，他就是键盘手阿光。阿光的复线故事先放一放，转回小林这里，看到母亲倒下，他赶忙跑过去，然后扶她一起回到了久别的家。小林的爸爸已经去世很久，他的妈妈是他唯一的依靠。小林家庭环境还不错，他的父母温柔且开明，非常有智慧。他的音乐梦想也是在父母的支持下成长的，但现在他不能再和妈妈见面了，只因他成了只能在夜晚行动的夜行者。后来小林又站在游戏家的窗外，又想起那个十字架纹身。在这个深夜里，他刚好看到游戏在家诱惑陌生男人吸血，他伤心地离开了，跑到乐队的酒吧里晕倒了。小林梦中不断回放这段时间的经历，是有马照料的，这种情况显然是血液不足的症状。小林已经很久未曾吸血。这时阿光走进来，问小林是否真的想变回人类，如果真的如此，就去学校找一位名叫深水的老师。小林到了学校，见到了阿光说的深水老师，就是上级攻击学生的那位女老师。深水向小林透露，已深入研究夜行者很久，并已制得一些治疗药物。他叫小林明天再来找他，但那可怕的表情暗示了不祥。这次治疗不简单，惠理还带阿紫去了打夜行者的秘密基地。黑赖又向阿紫介绍了夜行者的信息，虽然阿紫一直不信，但这是惠理亲眼看到的。他想去问小林弄清楚，结果被阿光注意到了。游戏一个人在家深夜回想旧事，听着小林通过窗户唱情歌给他听时，总有个可怕的人推门进来。
梦醒时分，小林突然冲过来，激动地对游戏说：“他找到了变回人类的方法，可以恢复原样了。”到了约定时间，小林却被深水引到一间黑屋，还没明白就遭到偷袭。原来深水根本没有恢复的药，他只是想吸食小林这种夜行者的血罢了。正因为有这样懦弱的伙伴，其他人才会面临风险。深水将阿紫带给小林，这是他和阿光的计划，目的是让小林亲手将阿紫耗尽。面对血的诱惑，小林努力抵抗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慢慢失去了控制。在危机时刻，阿紫的泪水再次让小林恢复了清醒。就在这时候，小黑屋外响起了猎人的声音，深水被带走了。小林赶紧救下阿紫，他们从楼梯口逃出，却被一个戴面具的人拦下。摘掉面具，出现的人居然是惠理。惠理对好友惨死感到极度愤怒，阿紫冲上前去阻止惠理，叫小林快跑。对面的大叔老师也在学校遇到了游戏，出乎意料，游戏一见到大叔就抱住了他。真相小白兔，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难不成是师生恋？昨晚的时候，阿紫也被惠理拉黑了，他只好给小林塞了封信。临走时仿佛又见到了某人，非常吃惊。在酒吧得知阿光的计划后，小林直接一拳过去，阿光却觉得软弱的小林无法取代孝之，他不配唱孝之的歌曲。但慎一郎告诉他，这支乐队是孝之的心血，应该让它持续下去，这不就是对孝之最好的纪念吗？小林自觉是最适合当主唱的。看看周围的同伴，阿光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因为他和孝之的关系最亲密。突然门开了，只见阿紫浑身是血倒在地，昏迷不醒，手里还紧握着那封粉红信。乐队内部矛盾多，小林明显还没适应自己夜行者的角色。阿紫突然在酒吧被袭击，众人都看到了。事发时没人在场，袭击者是个神秘的夜行者，没露面。阿紫在酒吧门口意外遭到神秘夜行者的攻击，生死未明。真正的元凶不是恨小林的阿光，而是另有他人。小林赶忙上前查探，但阿紫已无生命迹象，手中的信还在勉励小林别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小林眼神变得凶悍，追问谁杀了阿紫，但众人都一头雾水。慎一郎挡住了他，说如果是夜行者动手，阿紫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很明显有人在嫁祸。之前深水老师自己打来电话，提到乐队中有内鬼，慎一郎猜测他们中有一个是人类，但具体是谁呢？大家面面相觑。另一边，黑赖看到了阿紫去世的消息，他用这个理由说服惠理正式加入猎杀团体，为他的朋友报仇。深夜，小林和游希聊起阿紫的死，小林非常自责，全都是因为自己让周围人受到牵连。他之所以想找办法让游戏恢复正常，夜行者实在是太危险。游戏在安慰小林，他表示即使不恢复普通人身份也无所谓，这样他能始终陪伴小林。话音刚落，游戏便吻了上去，两人亲吻至满口都是血迹，这是一种欲望的交融，爱情的互换，但终究得处理好叛徒问题。慎一郎想到了个简单的方法，太阳马上就要升起，那个在阳光下毫无异常的人正是人类。河马提了个关键问题，一旦知道了叛徒，应该如何对待呢？直接处决吗？他们关系很深，对待马太残忍了。测试马上要开始，慎一郎开了门上的孔，阳光直接照进来。这时候，一群猎杀团伙突然冲进来，大家急忙四处逃跑。这次袭击出乎所有人意料，成员们陆续被捕，小林也被惠理找到了。他向惠理解释说，阿紫的死跟自己无关，但惠理却不愿听信。幸好慎一郎来了，救了小林。在烈日之下，他们连走路都异常艰难。为了保持小林的活力，慎一郎主动给了自己的血。小林不懂为何慎一郎这么对他好，可慎一郎还没开口，就累得晕了过去。小叶也在路上倒下了，
迷迷糊糊中梦见孝之被太阳杀害，醒来后，小叶发现自己正躺在河马怀里。他们暂时没事，但追杀他们的人已经将目光投向这个仓库。猎杀队员进入仓库，摘下了面具。小林醒来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在下川医生的病房，是慎一郎拼命救了他。当慎一郎醒来，小林不料看到他背上也有个十字架纹身。虽然危机解除，但有人逃跑，有人被捕。现在酒吧里只剩他们俩。小林对那纹身念念不忘，他询问慎一郎是否让游戏变成夜行者。慎一郎正要回答，小司急匆匆跑了回来，告诉他们阿光和雅人被捉了，让慎一郎快点去救。就在这时，小叶和河马也返回，他们透露叛徒已经露馅，因为他们刚在仓库亲眼见到一个猎人取下头套，露面的正是小司。小司急忙否认慎一郎投来求助的眼神。慎一郎让小司献血，自己试试就知道真假。小司最终掩饰不住了，跑到小林身后抓住他。原来小司确实是人类，他的爱人被夜行者杀害，因此小司极其憎恶这些夜行者。孝之的死，小司也有一份责任，他一直是那个猎杀团伙的间谍。小林问小司是不是杀了阿紫，结果居然是真的。阿紫无意中发现小司不怕阳光，为防身份曝光，小司只好下手。一旦暴露，他将受到黑赖的严刑拷打。小林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疯狂地将小司咬伤。另一方面，老师大叔赶到医院探望一个垂死的病人，他向病人展现了自己夜行者的神奇治愈能力。病人惊呼奇迹。不久后，在大叔的协助下，病人恢复了健康。大叔恭敬地称他为宇佐美会长，显然与佐美地位非凡。他还有何打算呢？小司一直过得很艰难，亲眼看到女友被夜行拷吸干生命。黑赖发现了颓废的他，把他拉进团伙。从此小司成了人类的间谍，潜入乐队内部，目的是搜集慎一郎的情报。本来是带着怨气参与的小司，却在与团队深入交流后意识到，这些人其实并非恶人。直到有一天，黑赖强令小司加入谋杀孝之的行动，可孝之亡故让小司对人更有感情了。如今小司变成了夜行者，这是慎一郎给他的惩罚。小林原谅不了小司，他第一次吸食了人类。当时小林被愤怒蒙蔽了理智，也因为这个事件，小林不再迟疑或怯懦，他的眼神变得坚定。尤西开始脱小林的衣服，小林惊讶地发现自己背上也有了十字架纹身，这原来是夜行者的象征。拥有这纹身意味着他们不单吸人血，还吸了对方的血。现在小林和尤西已经不分彼此了。另一边，黑赖命令手下查了地上的阿光和雅人，发现他们的后背上没有十字架。黑赖回想起小时候目睹父母被一个带十字架纹身的夜行者杀害的情景，他一直在找那个仇家。慎一郎也没闲着，阿光和雅人必须救。至于小司，慎一郎还在犹豫。河马不忍心看伙伴遭杀害，不管是人类还是夜行者，毕竟他是乐队的一份子。对河马而言，乐队就像家一样，无论多难过的事，只要一起演奏，烦恼全都消失。乐队让河马重新振作，他不想乐队散伙，于是赶到小司那儿，为他喝了自己的血，帮他减轻了疼痛。尽管人类与夜行者迥异，但在音乐中，所有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河马，一个怀着大爱的夜行者，他特别喜欢小司弹的吉他，而且他觉得小司在乐队里的快乐不是假装的。歌唱完毕，小司请河马帮忙松绑一下透透气，但转眼间小司就不见了。河马深感自责，他不了解小司逃跑的真正目的。而在他处，阿光和雅人正静静地等待命运的安排，他们心里还有难以放下的执念。雅人心里藏着一个女孩，这出乎阿光意料。恰在此刻，小司突然闯了进来，放走了他们俩。但小司被黑赖发现了，
黑赖对小厮进行了质问，是不是转向支持夜行者了？阿光和雅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小厮是那个叛徒，但为什么叛徒还要救自己呢？小厮承认了这件事，他跪在黑赖面前，求他饶了两人，但黑赖却踩了上去，他割破了小厮的喉咙。果不其然，小厮变成了夜行者。黑赖对夜行者总是强硬无情，一点也不意外。小厮自己送上门去，也被捆绑起来。他坦白自己杀害阿紫的事给惠理听，惠理这时才明白自己误怪了小玲。突然间，小厮猛地反抗，把惠理当人质，强迫他们释放阿光和雅人。随后他们三人逃离了猎杀组织的基地，慎一郎他们则搜索了所有可能的地点，找不到小厮的踪影。马和猜测他可能去救另外2个人了。7人在大桥上碰头，2人把救小厮的事告诉了慎一郎。慎一郎决定再次接纳小厮，但小厮拿出口袋里女友的照片，正是他在这里被杀，自己因恐惧夜行者而逃。他既恨夜行者，也难自原谅。但不知从何时起，小厮真的开始把乐队成员当朋友。小林也深感对乐队的归宿感，他想和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下去。就这样，这个夜行者组成的乐队在经历生死考验后成为了铁杆伙伴，继续开演唱会，事业越来越顺。然而正当一切看好之际，小厮却突然想要自杀。他肩负太多血债，无法跨过内心的障碍，泪眼望着大家告别，随后坚决步入阳光。又是一晚，小林来到游戏家门口，看到游戏竟和一个背上有十字架纹身的夜行者，床上翻云覆雨，满脸欲望难平。这理由不成立了，不能再用狩猎人类的借口，这明显就是现场 NTR。 发现那男人居然是大叔，小林吓了一跳，他冲进屋里，冲着大叔叫出了爸爸。小林的爸爸不是去世了吗？怎么回事？父子一起上阵，这种扭曲的乱伦三角恋是怎么回事？好了，今天的讲解就到此为止。